我在这里可以断言，那些说钱不够的人往往是因为惯性，继续在优先级低的地方花钱，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对自己来说什么是优先级高的，什么是优先级低的，什么是必要开支，什么是奢侈开支。真正需要花钱的地方要分清楚，如果有无限的钱可以随意使用，当然好，但一旦用掉就会不够，所以总有做不到的时候。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可以立即实践的、流传了90多年的巴比伦富翁的7个秘密。我们每天都会收到这样的问题，真的收到很多提问：怎么才能变得比现在更富有呢？怎么才能确保你能够成功呢？今天虽然不是要一一回答这些问题，但我想和那些想要变得更富有的人谈一谈必要的一些思维方式。你好，我是建平，我是艾拉。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，欢迎你先订阅我们，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我们每周会用10分钟的时间来介绍财富思维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这本书《巴比伦富翁的秘密》。这是一个以古代巴比伦为背景的故事，讲述了如何积累、保护和增加财富的一些基本原则，很快就成为了受到富人和银行家欢迎的畅销书。这个巴比伦现在已经埋到沙漠里了。最近研究人员发现在这里曾经有一个帝国，据说石碑上记载的史实表明这里确实存在着富豪。这本书就是根据当时的那些富豪的故事写成的，确实后来就成了畅销书，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都在阅读这本书。可以说这本书是众多理财类的书籍的源头。我想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这本书，从巴比伦富翁的教导中学习7个教导。虽然听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每一条都非常重要。第一条是要把收入的1/10存起来。让我们想象一下，如果每天早上在篮子里放上10个鸡蛋，每天傍晚从筐子里再取出9个鸡蛋，几个月后篮子里就会装满鸡蛋。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，每天增加1个，如果你存下收入的1/10，你的资产就一定会持续增长。这就是关于金钱的5种力量中的积累。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听到这个，很多人的反应就是什么呢？他们会说，我每个月的工资也就1万块钱，存下1/10也就1000块钱，存这么一点钱，要存多久才能变成富人呢？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，上班族他一辈子得到的工资大概在900万到1300万之间，这是按一个人的年薪大约20万，然后工作时间40多年来计算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能一辈子存下10%，就确保你能够存到90万到130万之间。你可能会觉得只是存10%，但是从终身的工资来说就能确保你能够有100万的资产了。而且如果是双职工的话，还能再增加100万呢。如果通过副业每月增加4500元的收入并存起来，那30年后就能再增加100万左右。即使不投资，只是存钱，也能确保达到200万以上。这就是所谓的中产阶层。把收入的1/10存起来，这个教导在攻守两方面都是最强的。所以关于金钱的5种力量中，最先提到积累，虽然看起来很普通，但确实非常的重要。第二条就是给欲望设定一个优先的顺序。这是说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，因此无论是收入高的人还是收入低的人，如果按照自己的欲望随便购买东西的话，很快大家都会把钱花光的。要摆脱这个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先把收入的1/10存起来，就像刚才说的，然后在剩下的9%当中放弃那些无法实现的欲望。说到这里，可能很多人的反应是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没有那些欲望哎。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我觉得从过来的经验来说，人的欲望确实是无穷无尽的。现在你可能觉得只要得到这个就满足了，但是得到之后呢，又会想要下一个，这样不断的循环。不只是物质，还包括别人的赞赏等等。人类的欲望确实是无止境的，所以设定优先顺序非常的重要。设定优先顺序意味着只把钱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。在你自己的人生当中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什么对自己来说是真正不重要的？能够做出这些判断对你来说非常重要。
在剩下的9%当中，你要考虑一下应该实现什么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。比如说有些人想要住好一点的房子，想要开好一点的车，想穿好一点的衣服，想吃好一点的东西。但是如果想全部都实现，那无论你赚多少钱都不够花。所以说给欲望设定一个优先顺序，能让你从金钱的烦恼中很快的解放出来。其实放弃那些优先级低的支出生活满意也绝对不会下降。我在这里可以断言，那些说钱不够的人往往是因为惯性继续在优先级低的地方花钱，因为他们无法理解对自己来说什么是优先级高的，什么是优先级低的，什么是必要开支，什么是奢侈开支。真正需要花钱的地方要分清楚，如果有无限的钱可以随意使用当然好，但一旦用掉就会不够，所以总有做不到的时候。给欲望设定优先顺序，这对于充实的人生来说非常的重要。第3条，让积累的钱开始为你工作。书中说不能把有钱人称为富人，应该把那些能让钱来增值的人称为富人。听到这个，很多人会说，让钱来工作，这太难了吧？投资有风险等等。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，以前确实因为信息获取困难，但是现在由于互联网技术和金融的发展，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轻松的进行有价值的投资了。比如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指数基金投资，从过去的业绩来看，完全可以期待3%到7%的年化收益率。富人呢，都是懂得如何让钱工作的人，仅靠劳动是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的。确实现在这个社会富人在增加，对普通人来说如果不让钱来为你工作，富人和普通人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。即使你在生气，大喊大叫，说这太不公平了，那也没有用，改变不了什么。这就是世界的规则，没办法。所以关键的问题是做还是不做，你能不能承担风险，这一点值得你好好思考一下。第4条呢，是要保护你的金钱免受诈骗，积累的钱不能够失去。很多人的反应是，我没有钱会被骗走，所以没关系。看新闻说有人被骗了几百万，怎么会上当呢？这种想法很多。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每年被诈骗的人很多，即使这种诈骗在电视上面经常报道，没有人不知道，但还是有这么多人被骗。尤其是老年人，从小金额的诈骗到大金额的诈骗，身边到处都有这样的危险的事情存在，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。即使是那些优秀的人、聪明的人，他们也会被骗。所有被骗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道，没想到会是自己。有些人说自己没钱不会被诈骗，其实不对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诈骗能让他们从一无所有变成负债累累，所以即使没钱也要小心一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失去积累的钱，总有一天你会变成富人的。所以要牢牢守住你自己的金钱，这个守护的力量很重要。特别是在5种力量当中，保护金钱的力量虽然容易被忽视，但是真的很重要。第5条呢，是住在更好的地方。住所不是越便宜越好，住所与生活密切相关，生活的幸福度与增加储蓄的动力密切相关，所以要住在好的地方。对住所的支出能让心灵富有，这确实是一种投资。确实住大房子，让孩子在大房子里玩，有花园确实更好，这能让心灵富有。严格来说，这确实有道理。但是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，很多人都被专业营销影响了，比如说新房子更好反正越大越好设备要齐全呀，要有花园要住在大城市但这些说法是真的吗？大家真的是自己想的吗？是用自己的价值观来思考这些问题的吗？有没有被社会的价值观左右？这就是问题所在。社会上不知不觉就有人会认为住在带花园的别墅，那才是一个家庭的身份的象征，这才算得上一个成功的人士。但其实这样的说法是谁定的呢？不就是社会价值观影响的吗？其实买二手房也能装修的跟新房子一样，但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新房子更好呢？当然，如果是自己真心认可的住宅，能够幸福的生活在这里，
那我也非常赞成。如果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，为了面子住好的地方，那我坚决要反对。所以不是说要住在贵的房子，而是说要住在对自己来说真的觉得更好的房子。第6条是从今天开始为未来生活做准备。人终将衰老和死亡，从今天开始为将来做准备。如果现在就存钱，当无法工作时就能得到帮助，即使死了也能保护家人。很多人的反应是，现在就已经很困难了，没有余力为将来做准备了。而且说到死亡是感觉很遥远，说到存钱，大家总是觉得还不会死亡，应该没问题，总是往好的方向想。从我的角度来看，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，某种意义上也是残酷的，没有人能一直工作，人生的死亡率是100%。因为每个人都一定会死，如果不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，那么这个人100%会在未来遇到困难。现在什么都不做，只是在推迟问题而已，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，剩下就交给天意。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已经尽力了。但如果一开始就放弃，找各种借口，什么都不做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比如说为了以后能更好的生活，保持现在的健康，多去健身房，定期的运动，戒掉烟和酒这样的坏习惯，珍惜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等等，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为未来做准备的做法。当然了，除了存钱，适当的买保险也是很重要的事情。为未来做准备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继续坏习惯还拼命的加班，最后把身体搞垮，这是得不偿失的。与其这样，不如为了健康去健身房运动，停止加班，戒掉烟和酒这些坏习惯。第7点就是要把自己当做最大的资本，创造财富的最大资本就是你自己。也就是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要行动起来，不行动就得不到任何的财富，行动的人才能获得财富自由。很多人都明白这些道理，但是就是不去做，总想着以后有机会再说吧。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不是很多呢？但不应该这样，不要等着以后有时间再做，从今天开始立刻就去做，立刻行动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在这7条教诲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才是最大的资本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从现在开始就要投资自己，锻炼自己，靠自己赚钱，这才是最可靠也是速度最快的实现财富自由的方式。最后呢，我来做个总结。巴比伦富翁的秘密有以下7条。第一呢，要把收入的1/10存起来。第二给欲望设定一些优先顺序。第3，让积累的钱去工作。第4，要保护好你的钱财。第5，住在更好的地方。第6，从今天开始为未来生活做准备。第7，把自己视为最大的资本。我可以肯定的说，遵守这些规则的话，100%一定能比现在更富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能从今天的视频当中得到一点价值的话，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进步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拜拜。拜拜。